瑞宝和辉宝今天收到了来自圣希阿姨的中秋节礼物。圣希阿姨首先拿来一个小苹果，这是制作礼物要用到的。虽然是制作礼物，但也要严格控制克重。硕大的苹果，圣希阿姨只取了里面最甜的2个部分，将其切成了圆形。剩下的边角料应该会便宜乐宝吧。之后，圣希阿姨来到仓库裁剪了一些新嫩的竹叶，然后将这些竹叶插在了刚才切好的小苹果上。原来是一个毽子。韩国中秋节与我国的中秋节习俗不一样，毽子对韩国来说是中秋节的一种庆祝游戏。瑞宝和辉宝看到姨母给自己拿来的新奇小零食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虽然姐妹俩不懂毽子是什么，但是姐妹俩只闻气味就知道这上面的是小苹果。姐妹俩一人一个，接过来后便躺着开吃了。圣希阿姨的这个投喂方式，不仅给姐妹俩庆祝了节日，还让姐妹俩在吃小苹果时还吃了一些竹子。只不过辉宝这里的画风似乎有点不太一样。辉宝比较挑剔，吃完小苹果明显对竹叶不太感兴趣。辉宝在姨母面前假吃，看似在咬来咬去，但实际上一口也没吃。不过这都被姨母看穿了。晚上到了宝家的睡觉时间了。这一家3口的造型，江爷爷表示像是3块拼图。在姐妹俩睡觉时，江爷爷偷偷喂给了爱宝一块窝头。爱宝故意将头埋得很低，防止瑞宝、辉宝看见后过来抢。但没想到爱宝已经小心成这样了，还是没逃过辉宝的眼睛。辉宝凑上前，爱宝立马起身护住自己的窝头。一会儿，瑞宝也闻到了窝头的香味儿，也醒了过来。不过爱宝这里已经快将窝头吃完了，姐妹俩这次一口也没吃到。而江爷爷面对着眼前的可爱的爱宝以及瑞宝、辉宝，已经看陶醉了，就这样一直在旁边噎啵个不停。爱宝이뻐 이뻐 잘 자요爱宝이뻐 잘 자 이뻐 잘 자 이뻐。虽然来看宝家的游客都是一边倒的情况，但咱乐宝根本不在乎，无所谓有没有人看自己，自己困了就睡，饿了就起来吃点东西，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在看自己，自己受不受欢迎一点也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情。乐宝阳光乐观的形象就没有他。而在今天，爱宝因为前2天的下班不积极，总是觉得自己有点对不住姨母。今天爱宝这里姨母刚来，爱宝立马就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回了家。还没等姨母第2声爱宝，爱宝就要冲到门口。而今天下班时，姐妹俩这里则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姐妹俩凑在一起，彼此就没有感觉到过无聊。辉宝这时要上树，瑞宝为了挨着妹妹近一点，就趴在了辉宝的树旁。辉宝脚丫没地方放，就在瑞宝的头上踩来踩去的，而瑞宝被踩了也没不开心。瑞宝这情绪稳定的模样，让人看了想连夜偷走。瑞宝挪了个位置后，眼睛还转到辉宝身上，看了看辉宝有没有不开心。这时通道门打开了，爱宝看到后，还没等姨母叫，就从小亭子上下来了。紧接着，圣希阿姨开始喊姐妹俩和爱宝。姐妹俩听到声音后，齐刷刷的回头。而在这个功夫，爱宝已经走回家了。爱宝回去后，瑞宝紧跟其后，一溜烟从滑梯上滑了下来，然后便一路小跑的往通道门里走。而辉宝眼看园区就只剩自己，本来就胆小的辉宝也赶紧跟上。对面的乐宝听到了姨母喊女儿和老婆的声音，眼睛一下就睁开了，但是身体还没醒。圣希阿姨这时开始呼喊乐宝，但乐宝刚睁开的眼睛又慢慢的合上了。乐宝此时正在跟自己的困意做斗争，但很明显，第1场的斗争是乐宝输了。但紧接着，园区的引导员姨姨开始引导游客们离场。这时，园区的嘈杂声再次给乐宝吵醒了。这次乐宝下班的功劳一半要归功于来看乐宝的姨姨。宝家一到下班点，寂静的园区就会传来宋3岁的叫喊声。现在这个声音对瑞宝、辉宝来说，已经成了一个可以吃到小苹果的信号了。瑞宝、辉宝一听到宋3岁的声音，就跑回家去吃宋3岁手里的苹果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宋3岁发现，与其给爱宝好处让爱宝收熊，还不如将好处直接给当事人。自那之后，爱宝下班时就没有了额外的小零食了，小零食都均分到了瑞宝和辉宝这里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爱宝会跟奶爸闹情绪，瑞宝、辉宝都回家了，爱宝还不回去。这样一来，爱宝对于回家越来越随意了。今天宋3岁开始在园区呼喊瑞宝、辉宝时，瑞宝先跑回了家，而爱宝此时突然想产青团了。爱宝不慌不忙的坐在小亭子边上蹲下，就开始产青团。等爱宝舒舒服服解决完自己的内需后，这才向通道门走去。而辉宝这里在妈妈和姐姐都回去后，也从树上下来了。不过宋3岁这时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了，想必隔壁的老虎园区都能听见了，一声声辉宝、
飘荡在空中。不过咱辉宝这里的脚步丝毫没有受其影响，始终都是不慌不忙的。这一点和爱宝乐宝很像，坦然面对一切，尤其是对待宋三岁，根本不拿宋三岁当回事儿。能听到宋三岁的声音后往家走，这已是宝家成员给宋三岁最大的面子了。瑞宝、辉宝回家后，熊猫世界便只剩下乐宝了。对于乐宝，宋三岁至今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新办法，只能不断呼喊乐宝名字，让乐宝一点点变得厌烦，然后乐宝自己就会下来了。宋三岁别的方面不清楚，但折磨人这块儿，宋三岁还没输过。今天宋三岁尝试了一下抱瑞宝，宋三岁差点没给自己抬在这里。看宋三岁抱起辉宝后咬紧牙关的模样，心中一定在默默念着：坚持住，坚持住，绝对不能放手，一定要守住自己最后的一点形象。今天是江爷爷和宋爷爷一起值班，上午江爷爷来到园区，给爱宝清理刚才吃完的竹子。辉宝趴在小亭子上，一边监工一边捣乱。辉宝趁爷爷拿着竹子要离开时，偷偷跟上去将爷爷的竹子踩住了。别说辉宝的小腿脖子压在上面还真重，江爷爷拽了好几次，才给竹子从辉宝脚丫下拽了出来。江爷爷收拾好竹子后，打算陪辉宝玩一会儿，当然也不是白玩。江爷爷还给辉宝带了大竹笋。江爷爷拿着大竹笋坐在小汽车上，呼喊着辉宝。江爷爷想让辉宝也上车。江爷爷对辉宝讲道：辉宝上车，带你去隔壁看看你那素未谋面的爸爸。但奈何辉宝姓宋不姓江，宋光军有点不给江爷爷面子。江爷爷眼看软的不行，直接来硬的，想给辉宝强行抱到小车上，但没想到辉宝这里牢牢抓着小亭子扶手，江爷爷根本拽不动。辉宝高喊：救命呀，有人抢熊啊！无奈根本没人听，而且此时瑞宝还在树上睡觉。就这样，辉宝被江爷爷强行抱到了小车上。被抱上小汽车后，辉宝依旧是不服气，在小汽车上辗转腾挪，就是不想让爷爷碰。直到一会儿，辉宝看到江爷爷拿着自己的竹笋跑了，辉宝眼看不妙，立马爬下小汽车去抢自己的竹笋。江爷爷则是因为竹笋掉在了地上，只是想给辉宝洗一下。清洗完竹笋后，江爷爷将竹笋还给辉宝。辉宝现在正处青春期，谁惹都不行。辉宝瞄准宋爷爷就冲了过去，想给爷爷来一个突然袭击。不过宋爷爷早就发现辉宝了，刚好手里有把竹子，宋爷爷顺势用竹子给辉宝挡住了。辉宝离宋爷爷的距离就差2寸，辉宝使尽全力，但辉宝就是够不着。由于辉宝太调皮，宋爷爷直接给辉宝挂到了树上，罚辉宝在树上罚站。这一下辉宝没办法了，一脸委屈的求爷爷放过自己。宋爷爷听到自己孙女的撒娇，根本抵挡不住，便给辉宝放了下来。而随着爱宝这几天连续在室外园区营业，爱宝对在室外园区的生活是越来越自在了。爱宝在小木床上吃饱后，便开始在园区散步。室外园区不仅空间大，还能呼吸到新鲜空气。不过现在只是爱宝能出来玩，双胞胎还不能出来。晚上宋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，此时辉宝正在树上卡住了，一时下不来了。于是宋爷爷便趁这个功夫赶紧收拾竹子，不然一会儿辉宝给自己挣脱出来，爷爷的工作量就变大了。不过辉宝灵活的身姿没过一会儿就给自己挣脱了出来。辉宝上来就抱住了爷爷的大腿，开始跟爷爷撒娇，想让爷爷拖着走。爷爷一抬脚，辉宝摔了个大跟头。宋爷爷赶紧趁这个功夫收拾几根竹子。现在姐妹俩的体重已经快接近40斤了，力气也越来越大，有时爷爷让其抱住后也无能为力，如果让姐妹俩应激了，还会不小心让其咬伤。而辉宝一直捣乱，于是便给辉宝挂到了树上，让其自己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。辉宝被突然的挂在树上也蒙圈了，在树上一动不敢动。一会儿宋爷爷离开，爱宝走了进来。爱宝刚走进来就发现辉宝正在树上玩耍。爱宝显然不想让辉宝爬树，害怕辉宝摔伤，于是便打算给辉宝拽下来。辉宝犯的错只能由爱宝来收拾，别人都不舍得打。一会儿爱宝离开，辉宝又悄咪咪地爬了上去。辉宝真是人小鬼大。